美国再次将关注点转向台湾战斗机的采购议题。美国军事相关媒体《战争地带》发表了一篇引人瞩目的文章，标题直指现在是台湾采购垂直起降战机的时候了。这篇文章由《战争地带》主编泰勒·罗格威亲自撰写。阅读全文后，不难看出作者的倾向性观点。正如标题所示，文章显然是在积极建议台湾购买美军的第一代垂直起降战斗机及耀式战机。然而，这一提议真的符合台湾的防御需求吗？如果台湾确实需要垂直起降能力，为什么不直接采购更为先进的 F-35战机呢？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可能是一项以垂直起降技术转移为核心的大型交易。事实上，美国向台湾推销耀式战机的议题并非首次提出。几年前，国防新闻就曾报道过，美国政府考虑通过剩余物资项向台湾出售耀式战机。当时，台湾空军官员明确表示，耀式战机存在性能局限，且维护成本高昂，因此最终放弃了采购计划。如今，美国媒体再次提及这一建议，难免引发疑问：为何美国队向台湾推广耀式战机如此执着？要解答这一疑问，必须深入分析背后的动机。如果台湾真的引进耀式战机，这会对其空军带来哪些实际影响？首先，耀式战机的垂直起降能力将显著降低台湾空军对机场的依赖性，作为台湾防御体系的重要支柱。空军在任何企图全面控制台湾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关键角色，敌方必须依赖海空运输，将大规模部队送入岛内，这使得台湾空中防御在阻止敌人突破防线方面尤为重要。空军的核心任务是通过远程监视和早期预警，对进入台湾防空区域的敌机进行有效控制，尽可能降低威胁。在防御作战的初期，空军需要迅速反击，阻止敌方空军侵入台湾空域并破坏关键设施，同时确保制空权后，空军将对敌方的地面和海上部队展开牵制和打击，为台湾海军和陆军提供有力支援。然而，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台湾空军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综上所述，引进垂直起降战机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台湾空军的灵活性，但对于如何平衡成本、维护需求与实际作战效能，仍需更全面的评估。从地理环境来看，台湾的战略纵深较为有限，岛内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占总面积约70%，人口密集和经济活动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平原地带，因此台军的活动很容易暴露在外界的侦察与监控之下。目前，台湾拥有53座机场，其中13座为主要军用机场，这些机场全部处于短程导弹的打击范围内。台湾有关人士曾对此表示忧虑。他指出，台湾面临的重大威胁之一是数量庞大的短程弹道导弹。基于这一风险，台湾近年来在东部沿海地区扩建机场及洞库设施，例如嘉山飞机洞库能够容纳超过200架战机，成为关键的隐蔽设施之一。耀式战机因其垂直起降的特性，尤其适合台湾多山的地理环境，这类战机可以分散隐藏于山区，避免传统机场遭受导弹袭击时带来的大规模损失，从而提高战机在突袭中的生存能力，同时增强初次反击的持续作战能力。如果台湾引进耀式战机，这些战机平时可部署在大型基地，但在战时能够分散隐蔽，并根据战场形势灵活调整位置，与地面部队密切配合，展开作战行动。此外，耀式战机具备较强的对地攻击能力，尽管它被归类为战斗机，但实际上在作战中更接近于一种攻击机。就耀式战机而言，除了承担一定的舰队防空任务外，其主要职责集中于对地和对海攻击。陆基型耀式战机在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中型航母及美国的2栖攻击舰上服役多年，表现出色。这些战机可以挂载反舰导弹、制导炸弹、防区外武器及各种近距离空中支援装备，具备优秀的多任务能力。尤其是美军海军陆战队版的耀式战机，装备了 AESA 雷达，可挂载 AIM-120空导弹，具备一定的空中拦截能力，类似于 F-16V 战机的作战性能。目前，台湾现役 F-16V 战机数量有限，而计划中的66架 F-16V 战机要到2026年才能全面到位。因此，引进耀式战机可以在对地攻击任务中与
F-16V 形成高低搭配，耀式战机不仅能够执行近距离地面支援任务，还能在特定条件下协助夺取制空权，为台湾的防御战略提供更多灵活选择和战术深度。然而，耀式战机并非毫无缺点。首先，如果选择垂直起飞模式，其最大起飞重量必须小于发动机推力的90%。这一限制使得耀式战机在载弹量和航程上较同级常规战斗机有所不及，从而在任务范围上受到一定限制。此外，耀式战机对飞行员的技术要求极高，其垂直起降和悬停操作需要与传统战斗机完全不同的飞行感知和操作技能。这类培训不仅难度高，成本也相对昂贵。同时，地面维护团队也需针对该机复杂的垂直起降系统进行额外训练，以确保其正常运行。然而，即便如此，耀式战机的可靠性仍低于传统战机，即使在英美两国，这类战机的运作难度和维修需求也颇具挑战。要完全发挥其作战潜力，需要长期的磨合和投入。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提议出售给台湾的耀式战机，实际上是美海军陆战队在换装 F-35B 后退役的 AV-8B， 这不免让人质疑，此举是否是以淘汰装备充数，好似试图将不再需要的旧货转售给台湾。对于台湾军方而言，这显然无法令人满意，毕竟台湾并非缺乏对先进武器的基本认知。尽管耀式战机的垂直起降能力确实对地形复杂的台湾有一定意义，其可以在机场跑道被摧毁的情况下继续升空作战。然而，单凭这一点优势，并不足以支撑购买的必要性。近年来，台湾在提高跑道快速修复能力方面已有显著进展。如今，修复一条被摧毁的跑道仅需约1小时。此外，台湾更需要的是诸如 F-16V 这样的战机，以提高整体作战能力。如果美国真正希望增强台湾的防御能力，加速交付 F-16V 无疑更具实际意义。而若能允许台湾采购 F-35战机，特别是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 F-35B 型，显然将是一个更理想的方案。F-35B 作为耀式战机，与 F-16的进化版，融合了隐形性能、垂直起降能力及先进态势感知系统，其强大的电子战与情报搜集能力足以显著提升台湾的空中防御能力。此外，它还能与现役 F-16形成高低搭配，成为侦察、监视和导引武器的优质平台。即使仅有少量 F-35B 战机服役，也足以在台海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这一美好愿景面临诸多现实困难。首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产能有限，难以满足现有客户的需求。作为最初 F-35研发的资助方，美国及其他8个参与国家优先享有配额，而其他国家需排队等候。对于未参与研发项目的台湾而言，即便争取采购 F-35，最乐观的估计也需等待至少10年。由此可见，尽管 F-35是理想选择，但其高昂成本和漫长交付周期，使得台湾短期内无法依赖这一方案解决其防御需求。其次，美国对于向台湾出售 F-35的态度一直显得模棱两可。早在2016年，台湾就表达了希望购买150架 F-35战机的意愿，其中包括60架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 F-35B。2017年，台湾更是首次在汉光演习中将垂直起降的 F-35纳入战术模拟。到了2018年3月15日，台湾公开表示已正式向美国提出购买210架 F-35的请求。然而，美方的回应却始终不置可否，既未直接拒绝，也未明确表示批准。美国对 F-35的销售一贯保持高度谨慎，保密性是其最核心的考量之一。例如，在俄乌冲突中，即使提供给乌克兰的并非顶尖武器，例如 M777 榴弹炮，美方仍特意移除了数字火控系统，以防止该技术落入俄军之手，造成机密泄露。作为当今全球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美国对 F-35的出口设有严格的风险评估体系，只有那些处于低战争风险地区的盟友才可能被允许采购，而对于高风险地区，如台湾，美国很难轻易放行这一战机的出口申请，因此台湾短期内获得 F-35的可能性极为渺茫。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台湾若需要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战机，就只能选择淘汰的耀式战机？答案是否定的。与其投资于一款已经落后的机型，不如将目光转向成本更低、效能不断提升的无人机。
从俄乌冲突的战场经验来看，大规模部署无人机正在成为现代战争的重要趋势，其对侦察、打击和战场态势感知的贡献日益显著。更为重要的是，台湾在芯片制造领域具备全球领先的优势，这为本土发展高效、先进的军用无人机项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与其购买性能有限且维护成本高昂的钥匙战机，不如充分利用自身在集成电路产业的技术基础，加快研发和部署适合台湾地形和战略需求的无人机。这不仅能够有效增强台湾的空中作战能力，还可降低对传统战机的依赖，形成更具弹性和优势的防御体系。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寰宇哥，咱们下期再见。